大熊猫真正的战斗力有多强？暴打金钱豹，一熊单挑4只柴，把黑熊按在地上摩擦。暴君胡子用实力证明什么叫蚩尤坐骑。当年才2岁大的胡子还是个幼崽，体重不到100斤，看着十分蠢萌。结果一个不小心踩到了捕兽加藤的蚩壕，危难关头4只死敌突然出现。经过一阵激烈的打斗，胡子被柴咬得浑身是伤，奄奄一息。这一幕刚好被著名生物学家潘文森教授撞见，老爷子也是相当生猛，当时就急了，举起拐棍就冲了上去。同行的4人赶紧追上去帮忙，柴眼看到手的猎物被救下，虽然不甘心，但也不敢再靠近。就这样，胡子被救下了山。因为研究中心空间有限，胡子被寄养在动物园。伤养好后，在动物园的强烈要求下，胡子被迫入编。天生放荡不羁、爱自由的胡子哪能受得了这种委屈，野性十足，每天抗议搞破坏，拒绝饲养员安排的相亲对象，对着雌性就是一顿暴打。这一操作让动物园傻了眼，还以为胡子没有生育能力，又是打雄性激素，又是电击取卵，几年时间被折磨的眼神呆滞。后来在潘教授的强烈要求下才被放归，重获自由的胡子摇身一变，已经成了300多斤的7岁壮汉，从此大杀四方，揍遍秦岭无敌手人，送外号暴君。一上山就遇上一只老熊猫被柴围攻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这胡子哪能忍上去，就是一巴掌直接拍断了柴的脊梁骨，把剩下的柴吓得落荒而逃。硬刚金钱豹的名场面更是让人闪瞎双眼，他是史上最强国宝，暴揍金钱豹，吓跑大黑熊。暴君胡子的战斗力究竟有多猛？4年的编制生活结束，重获自由的胡子野性大爆发，不断扩大领地，但凡同类靠近直接打出去。突然撞上小时候暴揍自己的熊猫老詹，冤家路窄，二话不说上去就开干，把老詹按在地上一顿摩擦。老詹被打得奄奄一息，后来被救援队抬下山入了编。300多斤的彪悍体型配上天生的暴脾气，从此胡子一战成名，成了山里一霸，连黑熊见了都闻风丧胆。一头刚刚结束冬眠的大黑熊外出觅食，误入胡子领地，被飞扑上来的胡子吓得掉头就跑。就连豹口夺食这事儿也不在话下，潘教授就曾亲眼目睹一头金钱豹被胡子拦路抢劫，为了逃命只能被迫抛弃刚捕杀的猎物。别看胡子把柴和金钱豹当成死敌，在山林里不断扩大领地，十分霸道，但胡子对自己的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却异常的好，默默把亲人划在自己的领地内，霸道坐镇，守护亲人安全。作为第一只从出生起就被潘教授观测的大熊猫，胡子从出生起就被研究员们看着长大。当年潘教授熊猫研究活动选中了胡子的母亲娇娇，娇娇用实力证明了熊猫有多宠孩子。生下胡子的几十天里，娇娇不吃不喝不跑不动，把胡子紧紧抱在怀里，哪怕需要转移根据地，也必须叼在嘴里，不能让胡子沾一点灰尘。11年生下6只熊崽的英雄母亲，最后的下场却十分凄惨。直到看了胡子母子的遭遇，才知道生于野，长于野，死于野，或许才是熊猫最大的心愿。大熊猫惨遭强制圈养，以爱为名的囚禁有多恐怖？熊猫暴君胡子因意外受伤，被动物园圈养4年，幸好潘教授强烈要求才回归山林，凭实力暴揍豺狼虎豹，打下一片江山。只可惜英雄迟暮，几年后领地被其他年轻的熊猫占领，胡子最后在冬季觅食的路上不幸去世，让人唏嘘。和死于野外的胡子比起来，他的母亲娇娇更加凄惨。在生下第6个孩子后，娇娇和幼崽就莫名失踪，研究组一查才知道是被当地救下了山。面对专家放归的建议，当地表示娇娇年老体弱，符合圈养条件，而幼崽还小，不能独立生存。实际上，为了旅游业大力发展，显然没有什么比熊猫母子更有噱头。就这样，11年接连哺育6只熊猫幼崽的伟大母亲，彻底失去自由，只能在闭塞的笼子里小心翼翼地守护幼崽。只可惜天不遂人愿，因无法适应封闭的环境，熊猫幼崽在几个月后不幸离世。娇娇的后半生从此孤苦无依，再没交配产崽，每天供人观赏，最终在2016年去世。潘文石教授用实力研究证明，熊猫作为繁衍几百万年的野生生物，之所以会濒临灭绝，不是天敌捕杀，更不是自身太弱，而是人类的滥砍滥伐和开采，
导致栖息地不断缩小，熊猫的数量才不断下降。别看这些黑白相间的大家伙表面蠢萌，战斗力不可小觑。对野生大熊猫被圈养的事儿，你怎么看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